大家好，欢迎来到这个频道。今天要为大家讲的内容是 Stable Diffusion 3的模型，终于开放给大家使用了。你在浏览器输入这个网址，这个就是它的官网。大家可以看到这个页面，就是有关于 Stable Diffusion 3的一些官方的信息和一些例子 AI 图片。那它开放的模型在什么地方呢？你可以在这个界面上点击 Files and Versions 选项卡，就会看到它的模型。但是呢，如果要显示出这些模型，必须具有 Hugging Face 的账号。如果你还没有的，你自己可以注册一下，比如这样。如果你还是没有办法下载这些模型，不用担心，因为等一下我会教大家在其他的地方同样可以下载到这个 Stable Diffusion 3的模型。那如何去加载使用这些大模型呢？大家可以在浏览器输入这个网址，就是使用这个 Comfy UI。 运行成功以后呢，它的英文版界面是这样的，中文版界面是这样的。它的工作方式是通过多个小模块加线条，再加图形来控制一个工作流程。你可以添加或删除不同的小模块，来自定义不同的链接线路，最终构建不同的工作网络，以达到千变万化的输出效果。如果大家曾经学过这个传统的 Stable Diffusion 的界面呢，它的工作流程是以选项卡的方式显示在你面前，而这个 Comfy UI 的界面采用线路线条来连接不同的小模块。这个方式更适合一些现代软件，比如 3D Max 的材质网络图。那么接下来教大家如何安装这个 Comfy UI。 大家往下拉，找到这个地方，这里显示了一些文字。那它的描述是这样的：当前你所看到的这个下载的版本将会是适应于 Windows 便携式的独立版本，而更适合运行在这个 N 卡 D GPU 上。那大家可以点击这个按钮，来到这个界面，然后点击这个地方进行下载。你下载的这个 Windows 便携式的独立版本已经包含了要运行所需要的各种组件，就不会影响你电脑的大环境，也不需要新建虚拟环境，可以直接去运行。下载完后就可以进行解压缩，但是如果你选择 RAR 解压，有可能出错。那你可以选择7-zip 的工具进行解压缩。那么解压缩完后，你就会看到一个这样的根目录，剪切下来，把它移动到你自定义的工作路径。你可以打开它的根目录，它里面有2个可以运行的 BAT 文件。如果你的电脑没有独立显卡或者没有好的显卡，就使用这个 CPU 配合 Comfy UI 来使用。那如果你有不错的独立显卡的时候，你可以点击这个来运行，就是使用 GPU 配合 Comfy UI 来使用。先看一下它这根目录的容量大小，大概是 5.31GB 左右。我这里就选择这个 GPU 的来启动，点 BAT 运行。启动可能需要一点时间。当你看到 127.0.0.1 8188的，就表示它安装成功了，并且会弹出这样的界面，这个就是 Comfy UI。
它这个界面跟传统的 Stable Diffusion 相比呢，大家来看一下，它本来是放在选项卡里面的板块，现在分割成一个一个小的模块，并且用线条进行连接。可以看一下最左边这个地方，这里就是大模型加载的地方，而这里应该是输入正向提示词，这个地方应该是输入反向提示词，而这里就可以设置图像输出的宽度和高度。这个地方呢，应该就是设计它的其他参数，比如图片种子 seed 等等。我们要下载这个 Stable Diffusion 3的模型，并放到这个 Comfy UI 里面使用。那么这里包含了 Stable Diffusion 3的4个大模型，如这里描述所示。第一个 4.34GB 的模型是基础版本，适合没有独立显卡的，它是通过 CPU 来运行，它包括了 memdit 和 Y 权重，但不包括任何文本编码器。那第二个模型 5.97GB， 它是被训练的模型，那么包括除了 T5XXL 文本编码器以外的所有必要权重，它需要的资源很小，但是如果没有 T5XXL 文本编码器呢，模型的性能会有所不同。那么另外两个呢，就是 10.9GB 和 15.8GB 的，一个是 T5XXLFP8， 一个是 T5XXLFP16， 这两个是属于经过不同的正式训练的大模型。这个 10.9GB 的包括所有必要权重，包括了 T5XXL 文本编码器的 FP8 版本，在质量和资源要求之间呢提供平衡。而这个 10.8GB 的 FP16 版本，相比这个 FP8 版本，可以输出更高的精度和操作更大的范围。那么大家也知道，模型越大，对电脑配置的要求越高。我这里就先下载这个 FP8 吧，然后点击这个地方进行 download。 如果大家打不开这个页面，也不用担心，这里同样可以下载大模型。那么大家可以看一下这个信息，那么这个同样是 FP8 模型，大家可以复制这个地址，在浏览器输入，在这个地方，这个就是 FP8 的模型 10.12G， 大家可以点击这里进行 download， 可以看一下这个模型就是从这个网站下载下来的，而这个呢是从官网下载下来的，文件大小都是一样的。这些模型文件应该放在哪里来使用呢？我们可以看一下，因为这些大模型是属于 Stable Diffusion 的模型，所以就放到 Modes 文件夹下的 Checkpoints 文件夹里面。那么如果是其他的 Clip 模型呢，就应该放在这里 Modes 文件夹下的 Clip 文件夹里面。我们打开 Comfy UI 的安装路径，先看一下它现在的大小是 5.31G。 那么我们打开它，找到里面的 Models 文件夹，再打开里面的 Checkpoints 文件夹，然后把这个 FP8 的模型拖动进去，然后关闭这个 Comfy UI 界面，还要关闭你这个 CMD 后台，然后打开 Comfy UI 的根目录，再点击这个 BAT 文件重新启动，
那么这个时候，你就可以在这个地方点击一下，它可以选择加在这个 Stable Diffusion 3的 FP8 模型。如果你选择不关闭这个 Comfy UI 界面，也不关闭这个 CMD 后台，你可以在模型放到 Checkpoints 文件夹后，在这个地方刷新一下你这个界面，也可以显示你最新的模型。接下来，我们在设定不变的情况下，尝试生成一些图片，点击这个按钮 Q Prompt， 再点击这个按钮 Q Front。那么大家注意啊，它生成图片的速度呢，取决于你电脑的配置，你可能要等一段长时间才会出现这个结果。你可以看一下后台 CMD 的运行情况，这个地方可以设置输出多少个图片量。如果设定是1的时候，你只要点击 Q Prompt 一次，然后你等待就行了。如果设定大于1，是2、3、4、5、6的时候，你点击 Q Prompt 按钮后，你还要点这个 Q Front 按钮，然后呢，你就可以等待它完成了。我们可以在这个网站找到一些例子，例如这个草莓图片，我们点一下它的感叹号，复制一下它的正面提示词，再复制一下这个反面提示词，然后复制一下它的种子 seed， 在这里粘贴一下。CFG 是 4.1， Steps 值是28。这个地方呢，选择这个 SGM Uniform， 点击 Q Prompt 启动，然后查看后台 CMD 运行。大家可以看到效果出来咯。你可以点击 Save 按钮，保存一个工作流程。那么我们就起个这样的名字，它就会保存成这样的文件。如果你要使用中文或其他语言界面，可以打开这个网址，点击 Code Download， 然后解压缩一下，看一下里面的文件，然后打开 Comfy UI 根目录，打开里面的 Comfy UI 文件夹，再打开这个 Custom Notes 文件夹，再把这个文件夹拖动到这个地方，关闭 Comfy UI 的主界面，关闭后台 CMD， 重新启动 Comfy UI， 点击这个设定，这里可以设定为日语、韩语、俄语、繁体中文和简体中文。那我这里尝试选择繁体中文，那整个操作界面就改为繁体中文了。那今天关于使用这个 Comfy UI 来加载 Stable Diffusion 3的大模型就讲解到这里了。如果喜欢我讲解的，可以点赞订阅这个频道，谢谢大家。